看一下盖的超社会啊，这首歌我觉得就不用多做介绍了。我觉得作为在川渝地区，最早一些玩 trap 玩gangster rap 这种很街头东西的，那盖肯定是第一个把这样的东西带上大屏幕的一个人。现在盖的风格我不好说哈，因为太过于商业化。我没有说我不喜欢现在的盖，只是说原来的作品就是他自己的生活，有一点点的艺术加工，但是听起来就是这么的纯正。这首歌不管是在可能在微博 B 站可能大家都不敢再放了哈，但是这首歌是我当时记得是在某一天上 YouTube 的时候突然看到这首歌，我忘记是不是中 TV 把这首歌传上来的。我当时就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太帅了，我觉得四川话和重庆话从来没有这么帅过，因为盖说的是一种比较独到的一种西南地区的一个方言和口条，他说的这个话和我回到成都讲的成都话的语气是不一样的，听一下。您这些小鸡儿是哦。真的是不好意思啊，那个时候的画质真的只有360P。高，我们那个时候叫超社会，就四川话里头这个超社会，比如说社会大哥我们都叫超哥，就超哥，所以说他才会说超社会这件事情。比如说他家里小孩学习不好的，他就说你要不然就去超社会吧，就是这个就混社会的意思。哥，老子社会上的，老子社会上的，老子社会上的饥渴了说中华，老子社会上的，老子社会上的，老子社会上的。等一下，刚才那个身上的头像是《咒怨》里面那个小男孩吗？然后抽中华这件事情是至今都还在延续的哈。如果说你回到成都，谁开阿尔法开路虎的车后头一样还是放的茅台和中华烟，就这个东西就是还是延续下来了。尤其是在地方上有一些所谓的4、5线的一些城市，因为重庆周边有很多所谓的中国大陆10大暴力城市之一，我知道的就有好像重庆边上的什么自贡、内江，然后我们四川原来很有名的，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四川原来最有名的一个帮派叫做绪宁帮，就是也叫做遂宁帮，但四川话叫做绪宁帮。哇，那个时候就是在很多江湖的一些传言吧，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成都的绪宁帮，然后整个重庆周边的一些城市都是有一些不管是刀枪棍棒吧，反正都是有点泛滥的。然后我的印象中还是跟全世界的娱乐行业都一样哈，都是由这种所谓在道上混的人把他们的这些产业全部都垄断了。说实话，这首歌出来的时候那种视觉冲击我真的是没想到。我的兄弟都问过街路带了几行路，我开洗浴中心不从啥子小费主，我开赌场赚头多钱才到家滚滚，打的要地哥跑得快还有大老二，啥子面面药都吃。面面药应该就指的是 C 开头的那个。就是没打过针，来大理婆娘我都热得我脑壳昏。我要耍大鱼姐，老板上班，老板上班，把我当蛤蟆片。一娃生劲儿，一娃生劲儿。现在你去很多商场里头，或者说就 mall 里头玩的那种，比如说开的这种，就是打那种游戏、打鱼机啊，各种各样游戏的地方。原来是挨着比如说台球厅的一般在里头玩的就是小孩可以去玩，不会说现在年轻人凑在一起去那个地方去过周末去。现在是完全
完全变了哈。但在我们读书的那个年纪，如果说是那种小城市里头，只要是有台球厅或者说有打鱼机的地方，确实就是家里比较乖的小孩要躲得远一点哈。打群架开大车，火上头几十个，经过监狱我惹过祸，就是没认过错，想把头的婆娘喝到城头买撇。Shout out to all the pimps。哎呀，还是要少干坏事呀！干坏事最后一定会像 Chris 一样的结局哈。业绩好的送他一件貂皮大，老子社会上的，老子社会上的，老子社会上的鸡腿都出中华，老子社会上的，老子社会上的，老子社会上的鸡腿都出中华。但你看那个时候的歌词多么的 real， 就是你说他讲的这些歌词脏或不脏？但他讲的这首歌的音乐性，该有的 hook 有，该有的 verse 也有，该有的腔调也都有，真的就是开创了就川渝这方面的一个格局吧。哎呀，前段时间那菜刀剥了个人，看我屁要废，我说我认账，但是老子不给。这个 beat 后面的一些音效呀，还有它整个营造出来这种氛围，真的是太社会了。老子不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超社会的 remix， 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 remix 一下，加一个自己的 verse， 不知道谁能够做一下。长头发的陈浩南打火机打不烂，我脑壳都是。对，当时陈浩南好像是哪一部，是《猛龙过江》里头吗？他那个打火机不是走大街上，一群人在那儿点来点去的。马那边说边车不喊，黑背心儿光棒本儿，就把头甩脑壳。喊你把门给老子关到，老子要耍哟，老子没得文化，老子啥子都不怕，老子的手机电话号码3个6 3个8。给大家讲个笑话，现在四川是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哈，应该四川的电话里头好像是8个8，是如果说你坐飞机到成都的话，就是坐四川航空，四川航空的订票电话就是8个8，就很有社会地位。我还记得前2年有一个社会事件，就是一个姓邓的一位老板吧，然后他的车牌号是川 A000001，然后最后他的劳斯莱斯停在楼下，然后他也是当时好像是警察，不知道是贪污还是什么事情把他带走了。然后之前你看社会新闻上的那个刘汉，就是很多在成都川渝之所以火，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事件好像都牵扯到了重庆或者说成都，所以说一直都是在讨论度非常非常高。然后这些所谓的玩 hiphop 的我还记得是前几年说唱会馆好像在成都的某个酒吧里头演出的时候，也是被社会大哥赶走了，因为他们带来的歌迷好像一瓶酒都不点，和点一瓶酒玩一个晚上。其实这个是在社会大哥的眼里，这些玩嘻哈的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艺人，并不会说去崇拜他，所以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社会地位。就这几年稍微好了一点，大家可能因为可以找这些歌手来演出，最后来赚一点人气哈。但其实早期的时候跟美国的娱乐圈其实也有点像，艺人是艺人，但到时候你还是要在某个地方更有权力的人下面拜拜码头。日你妈，日你娘，日你祖宗翻原墙，我不匹夫，你问头狼，一出事我帮你扛。我的面镜都是黑的，我的皮儿都是黑的，我做的事情都是警察抓都要判刑的。老板喊我收过账，偏把刀在我身上，小娃洗要耍奔放，两人是飞起大狂。老子社会上的，老子社会上的，老子社会上的鸡壳老求中华，老子社。这首歌过去这么久，但还是这么好听哈，就这么神奇。社会上的，老子社会上的，老子社会上的鸡壳都出中华，旗杆指的就是我们至少都抽中华的意思。社会上的，老子社会上的，老子社会上的鸡壳都出中华，老子社会上的，老子社会上的，老子社会上的鸡壳都出中华，别管耳朵。
哎，我能继续说句实话吗？就是大家以为，比如说，假设我就以成都或者重庆举例子，你觉得很安全，其实很多只是很多人或者是你接触不到，你不需要在大街上太多的担心自己的安危。但是如果说你接触到某一个行业，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危险哈。就听到这里吧，真的是这首歌太神奇了。